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1号，今天呢是周末。今天的节目呢，我主要呢是来跟大家谈一谈郭文贵，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里面呢经常呢会提到郭文贵。那么有些朋友呢不太喜欢听郭文贵的这个新闻，因为很多人不关心郭文贵。可以明确跟大家讲，我也不关心郭文贵。你看，我做了1000多期节目里面，我有几期节目里面会提到他郭文贵，我对这个人一点没有兴趣，一个流氓无赖、地痞下三滥，哪有兴趣去提他呢？但是最近呢，他发起的所谓全球灭贼的活动，他把我和夫妻邱牧师呢列为最主要的要打击的人员，然后派出大量的人员在德州的夫妻邱家和在加州我的家门口呢，每天呢都举行了大量的这个蚂蚁帮的这个包围围堵。所以说呢，是因为他不断的骚扰我，给我的生活和我正常的工作呢带来了很多困扰。因此呢，我在节目里面就有时候会提到他。那么因为有一些朋友不太愿意听他的信息，更愿意我评价一些时政新闻，所以说呢，我今天呢就趁着周末这个时间呢，来专门跟大家谈一集郭文贵和郭文贵的蚂蚁帮他们即将灭亡的这个我个人的一些评论。那么不喜欢听郭文贵新闻的朋友，你就绕道。那么郭文贵为什么我说他们离灭亡不远了呢？他能往哪里跑呢？这2天呢，他又开动了他那条雷德妹的那条船，从纽约呢不断的南下。从卫星云图上，网友给他侦查他的现在这个船的这个踪迹呢，是前天就到了亚特兰大附近的那个海域，现在呢继续往南行。那么有朋友分析，他会不会跑到南美，跑到什么洪都拉斯啊、萨尔瓦多啊，跑到巴西、阿根廷啊？我告诉你们讲，你们这种判断都是不对的，你们完全不了解郭文贵。现在给郭文贵能够保住他这条狗命的，就是在美国。他一旦出了美国的海域之外，越过了美国的国境线，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美国了。因为呢，他没有身份，因为他的真币身份已经被拒，他是待遣返人员。他一旦离开了美国，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踏入美国国境，所以郭文贵不会离开美国的。他这个船晃晃悠悠以后，他还会开回纽约。不相信大家就看几天以后的事实。那么郭文贵他为什么现在要做出一副装作要逃跑的样子呢？是因为郭文贵他本人涉及到一个 PIX 案呢，这个案件呢被纽约法院呢已经查处了他所有的资产，他的任何资产都不可以动，谁动他的资产，法官在命令里面写到谁就是刑事犯罪。所以目前来讲，郭文贵所有的资产已经被法院全部查封。他本人想申请对18楼进行一种破产保护，也被法庭呢驳回了。也就是郭文贵现在已经是狗急跳墙、走投无路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在网络上忽悠这些蚂蚁，你不要认为这些蚂蚁都是对郭文贵表忠心，因为这些蚂蚁里面很多人是中共大使馆派出来的人员，这些人不完全听命于郭文贵，只是中共和郭文贵的配合。表面上你看是郭文贵对全球发起的所谓全球灭贼活动。这个全球灭贼活动目前已经在美国的纽约、美国的华盛顿 DC、美国的洛杉矶、美国德州的米德兰，在这些城市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呢，在其他的海外国家，包括德国、包括加拿大、包括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有很多国家，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受到郭文贵派出的蚂蚁帮的围堵和袭击。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蔓延了有1个多月了。在这个1个多月的过程中呢，郭文贵不断地在网络上呢发布那些要围剿的名单。他在9月27号又专门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呢，他下达了很多要围堵、要袭击的这个所谓全球灭贼的名单。这个名单里面，按照他讲，叫做一波一波的来，先把第一波干掉。那么第一波主要重点是夫妻邱和吴建民了。那么后面他还要袭击的人很多，他那个名单他报了很多，因为有几十个人。大家可以看他发布的视频，视频里面都有名字，都有内容，我在这呢不重复。你像那个火鸡拱、八不富、郭宝胜、胡平、吴建民、盲流子、熊宪民、孟维参、韦石、李鸿宽、那个鸡腿潘、咸鸭蛋、向林，他没的命花的。梁冠军，是不是啊？郑琦。爆料革命把这些混账们全给打出来了，是吧？不用他们咋呼啊，别听他们咋呼，我们要行动啊！还有加拿大一个叫杨建豪的啊，这都不会给他拉倒，骗了钱啊，天天威胁啊，你放心啊，这都给他留着呢。战友们，咱现在全球灭贼啊，先别开锅，先把这几个弄完，弄完以后啊，下一波就是李鸿宽啊，火鸡拱，然后是朱万丽。火鸡腿潘啊，咸鸭蛋，夏叶良还有夏叶良啊，
孟维灿，下一波主要是孟维灿啊、火鸡拱和李鸿宽啊，还有夏一良他们，把这一波弄完再弄那一波啊，一波一波来。也就是郭文贵他发布这些名单，要求全球的所谓蚂蚁都跟着他去围捕、去堵截、去打击这些人。郭文贵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呢？是因为郭文贵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他需要向中共县投名状。他知道他被美国遣返的末日很快就要到了，美国现在有多个部门在调查他，包括国土安全局，包括移民局，包括美国金融局。那么至于 FBI 联邦调查局就不用讲了。郭文贵他犯的罪是非常多的，他有很多罪行。这个呢，美国呢所有部门都在调查他。在美国没有对他正式宣判，没有抓捕他，没有给他定罪的同时呢，我现在呢不会去给他定什么罪，我只是告诉你讲，他涉嫌的罪名很多，美国多个部门都在调查他，他自己知道末日已近，那么最终他会被遣返中国，是他逃不掉的命运。那么他回到中国怎么办呢？他需要向中共县投名状，他需要去跪舔习近平，他需要习近平和中共能给他留下一条生路。谁要想说推翻共产党，那简直是在这块骗人民的。我昨天听到了那个吴建民先生，我很尊重啊，在一个音频的圈里边讲了一些话，说不推翻共产党，明确共产党的人我不参加，如何如何。说实在话，海外民运的朋友们，很多人都真心的想追求自己的理想王国，那就是民主、法治、自由的中国。但是你想推翻共产党，你比自杀还可怜。我现在给大家明确的回复：郭文贵绝不反袭，不反袭，不反袭。如果你们认为我要不反袭，你们不跟郭文贵去追求喜马拉雅，一路走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啊为国家效力，还有机会推行我的国七条，有机会服务于习主席，有机会能为习主席的这个中国梦啊、中国的大业啊，为了做一些贡献，这是我真的是很发自内心。因此呢，他在被遣返之前，就疯狂的发动呢对全球的民主人士进行打击，企图呢用他这种行为呢来讨好中共，来换得中共认为他在海外帮助中共消灭了一批中共认为要打击的，但是中共有没有什么办法的海外的反共人士，类似于像傅西秋牧师和吴建民这一类的人。所以说我和傅西秋牧师本来跟他郭文贵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也从来不砸锅，我们从来也不关心他在海外的所谓这个爆料革命，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他就把矛头对准你，他就不断地对你进行辱骂，进行打击。按照网友统计，去年1年他辱骂了很多人，我呢在他的排行榜里面是比较后的，比较排名靠后的，我还被他骂了54次，也就是平均1年只有52个礼拜嘛，也就是平均每周他会骂我一次。但是他骂了我那么多次，我有没有回击他呢？我可以讲，你们去查一查我2019年我建明做的这300多期节目里面，我哪一期节目回敬过他一句？我就对他的骂嗤之以鼻，我从来就不在乎疯狗咬人。你想想看，疯狗咬你，你也去咬疯狗吗？所以说我不理他的。但是他现在打上门来了，很多朋友讲你保持正经，不要理他们。你说你不理他们是可以不理他们，但是那么多人都打到你家门口来了，你仍然表示沉默。他说你怕他。那些蚂蚁们不要命啊，他们愿意为郭文贵奉献，愿意当炮灰啊。这些蚂蚁们骂的话是相当难听的。今天开始来骂吴建民，灭罪行动第2站。那现在要怎么？吴建民公鸭商，吃狗粮，电阎王，配当了 CCP， 配当了吴建民，吴建总舔了土狗大裤裆，变成了野奴公鸭商，全是你王八蛋的邪恶才遭殃。活该斗狗，遭殃毁灭！吴建民、吴建总，组织必亡，卢培账。Yes， 很好。吴建民，Go to hell！Go to hell！Go to hell！好了 ，OK。推倒 CCP， 推倒了吴建民。吴建民，公鸭伞 ，CCP 失败 ，CCP 让你倒。吴建民，狗杂种，谁出街？好，行了，谁出街呀？谁出街？叶文生，冚家鏟！谁的玛雅？共产党的党长，吴建总，吴建人，谁出？而且这些蚂蚁们就要激怒你嘛，他把你引出来以后，他就希望把我引到外面，让我像盲流子一样跟他们对打，发生冲突。
他们人多，然后他们又有妇女又有小孩，用妇女小孩往你身上扑。你要是敢碰那个妇女，他就说你袭胸；你要敢推那个孩子，他就说你欺负未成年人。所以他给你布下的陷阱多得很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正面冲突啊。那么他就不断地咆哮，不断地叫嚣，不断地激怒你。然后他们那些蚂蚁呢，就表示呢要以死相拼。包括夫妻丘牧师家门口的有些女蚂蚁，她都提出，她说她这次出来就没准备回去，要她的孩子照顾好她的丈夫，她准备跟夫妻丘死磕，她准备去挡子弹。我这一次出去，我没有打算回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夫妻丘的坏，知道他的恶，知道他的残忍。我说，我的孩子，你把你爸爸照顾好，把这个家照顾好，我跟他死磕到底。我说。如果子弹射来，我是为你们挡子弹的那个人。这是发生在夫妻丘牧师家门口的。当然了，在夫妻丘家门口的有好几个蚂蚁都已经被警方抓捕了。抓捕他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当地警方很清楚这些蚂蚁他们在哪里违法犯罪。抓捕的蚂蚁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横穿马路嘛，因为美国的马路是规定你要穿过马路必须到人行横道线的，非人行横道线你穿过马路就是犯法，就是可以抓捕。因此好几个蚂蚁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抓的。他们做的视频里面说，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现在警察抓捕了我们。警察抓捕你会没有理由吗？会你不违法就抓捕你吗？等到抓到牢房以后，有几个蚂蚁获释以后，他们的获释感言就说相当的痛苦啊，跟那些杀人犯、放火犯、吸毒犯关在一起，然后换上球衣，换球衣之后是全身裸体换，是裸换球衣啊，受到很多凌辱啊。有几个女蚂蚁哭诉说她的钱包被检查，说她有那么多现金，肯定是拿钱来干这个事儿的，她还不愿意承认是拿钱的呢。This is the end result of police reformation. Look, these are... Look what they're making them do. 拉紧的快，我手铐非常紧，现在非常紧，勒得我的肉疼，非常紧啊！大海，抬好，向前抬好。人工靠你抬了啊，大海。他们要把我关走啊！海洋，相信这样荒谬的事情呢？海洋，海洋，加油！加油！加油！阿姐。我们这些战友都是清清白白的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警察局，从来没有坐过牢，从来没有吃过牢饭，从来没有穿过球衣。今天我们全经历了，关在小黑屋里边，周围坐的全是一群犯罪分子，杀人的、放火的、贩毒的、偷渡的、黑社会，什么样的人坐在你旁边，让你跟他们坐一堆儿，然后给你一份饭，吃得下去吗？然后叫你在那儿受精神上的压迫，虽然肉体上没有，因为肉体上不可能，他不敢，但是精神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换上那种囚服，带着内衣换衣服，还是直接裸体的换衣服呢？裸体，什么都没有，女警在旁边看着我。二姐，我想请问您是有罚款是吧？276，每个人276是吗？对对对。戴上了手铐，然后穿上了囚服。除了话战友言语的侮辱的细节是怎样的？有个警察就把我钱包打开，因为他在说哦这么多现金。这警察说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啊，你里面有这么多钱，肯定是花钱雇来的。然后呢，还说在美国这么久，语言啊也不通啊，或者就是说一种人格上的一种羞辱。黑警，我们会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为我们维权。傅其修，你听好了，回头是岸。否则你会万劫不复。所以这些蚂蚁呢，他们不知道轻重，他们一旦被抓到警局以后，他们就有了案底。有了案底以后，如果你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的，那么毫无疑问你就马上会被列入待遣返名单。如果你是等待政庇的，你的政庇就别想批了。你看看你有刑事官司，你还能不能得到政庇的批准？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是美国绿卡，那么你美国公民也好，美国绿卡也好，都可能会承担着你自己被吊销公民身份、吊销绿卡的可能的处罚。即使是没有吊销，你也会有案底，也会给你个人的信用在未来影响你一生。这就是美国的法律，很简单。那么这些蚂蚁们愿意以身试法，
包括到我家门口来的这些蚂蚁们，他们经常的高叫激怒我，叫我吴建民出来，什么你吴建民有本事你拿枪来打我啊，我就在你家门口，你不是讲有枪吗？都不断地激怒我，我有没有枪很重要吗？我有枪我需要到外面来打你吗？你想激怒我去犯法吗？我有枪，我只会在家里面保护我的家园，保护我家里面的家庭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不会到外面去打你，我凭什么要到外面打你？我如果到外面到公共场合我来打你的话，毫无疑问来讲，我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我会跟你去拼命吗？别说几条蚂蚁的命，就是公贵那条狗命那条烂命在我面前，我也不会跟他去拼命啊！我只会守在我的家里面。你敢踏入我家里面一步吗？战友们啊！他妈的，我们爆料哥们没人出来收拾你们是吧？啊，你们牛逼了是吧？老子豁出一条命把你们全干了，知道吧？半辈子，我今年51了，我比文贵先生还大1岁，就是要死，他妈我也活够了，啊！我反正现在有抑郁症呢，来吧，吴建民，你个贱货，你不是直播时候有枪吗？我不想活了，赶快把我妈的，老子他妈的活了大半辈子了，我怕啥呀？啊，我他妈无儿无女，我怕啥呀？我他妈啥牵挂都没有。老子敢跟你们拼命，你们敢吗？啊！老子他妈就不要命了，咋地了？什么李鸿宽呀、什么这些什么傅西秋啊，你等着，他妈老子一个一个去你家门口，把枪拿好啊！哎，吴建民，你家不是有枪吗？赶快出来打我呀！我不想活了，赶快打死我！吹牛逼说他家有枪，哎呦，等着我们呢！我来了，你家那么多趟了，你咋不出来打我呢？吴建民，你躲在家里干啥呢？啊，你到底是今天又躲出去了，还是躲在家里呢？啊，你动不动说我吹牛逼没有枪，那我就给你看一看我的枪在哪里。这把枪是捷克产的，我给大家看看型号 CJ75D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一看。这把枪是什么激发力？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大家到网上一查以后就知道这个枪的火力了。它用的子弹是这种9毫米的，子弹。那么这个子弹只要玩枪的人，你就可以看看这个子弹如果打下去，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很多蚂蚁嘲笑吴建民是吹牛逼，他没有枪，他不敢打。我现在呢把这个枪给你看过了，你也可以仔细去查一查，这个枪打下去是个什么结果？你动不动激怒我，让我到外面去，到公共场合来开枪打你，我会吗？我会这样做吗？我不可能。但是你敢踏入我的家园吗？你敢进入我的私人领地吗？当你进入我的私人领地的时候，美国法律就保护我有权持枪保卫我自己的家园，保卫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有很多人认为有枪也不一定会用啊，还有蚂蚁帮在网上嘲笑我说有枪也不一定会用，那我就发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看，我呢持枪呢曾经射击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你无论从我的枪口冒烟的枪口，还是从我那个弹壳从这个枪膛里面飞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我会不会用。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不会用，那你就来试一试嘛。大家看过这个照片，大家就应当放心，我这个人是从容不迫的。他们到我家已经挑衅了快有1个月，这么多次来，我都从来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过，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发生任何冲突。他们不断地发各种视频来激怒我的，我也没有必要去理睬他们。但是这些蚂蚁们呢，他们就不知道好歹，他们就要往前冲，他们就要愿意做公贵的炮灰。你知不知道，你做公贵的炮灰，当你死了以后，是不会有一个人可怜你的。因为公贵在美国就是要发起在华人中间的一个安提法活动，在华人中间制造一个新的弗洛伊德，也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个弗洛伊德产生了，这个弗洛伊德一定是一个蚂蚁嘛，某一个蚂蚁为公贵的全球灭绝活动然后奉献了生命。当这个华人中的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蚂蚁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他一分，没有一个人对他会表示一点同情，但是所有人会拿到他这件事大肆炒作。炒作什么？炒作的目的就是掀起一个全美的华人的弗洛伊德运动。这个华人弗洛运动就类似于黑名贵的当时的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安提法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发生在10月，就是10月惊奇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把美国大选的水搅浑，也就是让川普总统不能得到连任，让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的复杂，让美国现在的国家制度受到破坏，让美国的法治受到挑战。毫无疑问来讲，他们就是这么去做的嘛。因为加州的枪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和德州不一样。德州可以讲人人可以持枪，人人可以挎枪走上街头，加州就不同了，加州你要持枪要受到严格的背景调查。
很多人说是吴建民是不是中共的特务，动不动在网上叫嚣你吴建民是不是中共的特务？我是不是中共的特务，由美国行政当局说了算，由美国 FBI 来调查，由美国的法庭来认定。可以讲 FBI 调查我吴建民背景调查已经很多次，因为我是一个知名的中国的民主人士。对于一个从中国来的知名的民主人士，美国 FBI 和中情局一定是要把你查得个清清楚楚的。我无论是当时拿取绿卡的时候受到过一次严格的背景调查，也就是背景调查不合格，我家里面人不可能全家获得绿卡的嘛。那么我和我太太夫妻双方都考取了持枪证。你在获得持枪证、获得在美国有买枪的资格的时候，毫无疑问来讲，你要再一次经受美国的背景调查，就是调查你这个人是否符合美国公民购枪的规范。如果你是共产党的特务，如果你这个人背景调查是不清楚，会批准给你买枪吗？工贵怎么没买一把枪啊？工贵一天到晚发视频，一天到晚炫耀他在美国有多么高的地位，他在美国有多少议员帮助他。你看看工贵亮过一把枪吗？工贵可以买枪吗？他有资格吗？他是一个在美国连政币都已经拒绝，他现在是带遣返的一个罪犯，工贵到哪有资格买枪啊？买枪的人在美国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永久居民，也就是经过美国 FBI 和美国相关的警务部门对你进行背景调查以后，认定你完全合格以后，你才可能买枪。尤其是加州，别的州我不是很清楚，加州是非常严格的。在加州你要想取得枪，你没有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你根本是没有可能拿到枪的。因为加州是一个控枪的州，加州是民主党执政，民主党是希望把所有的枪都控起来，正常的人是不给你买枪的。所以说在加州就这个条件，因此我们夫妻两人全部被美国批准，被加州政府批准，我们都可以持枪。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我们夫妻都是经得起美国的背景调查的。所以说，如果说我吴建民是共产党的特务，那么你说美国的司法当局、美国的行政当局会批准一个吴建民的特务夫妇两人给他们一人持一把枪吗？有这个可能吗？你在藐视美国的法律吗？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不知道蚂蚁们你们究竟有没有用大脑去想？你们就听郭文贵和路德在那儿造谣，那路德的无知造的谣你就相信。路德他居然在他的节目里面说，当时陈光诚到美国来是因为傅其秋用钱收买了卢比奥参议员，然后卢比奥参议员在国会大厅里面跟陈光诚通了电话以后，最终把陈光诚营救到了美国。路德讲的是事实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卢比奥参议员是一个重伤。傅其秋是共产党的特务，特务就收买卢比奥吗？卢比奥如果被一个共产党特务收买了，卢比奥还是什么知名的反共人士呢？卢比奥是美国所有政界人物里面，在议员里面反共最坚决的所谓反共三剑客之一。因为在美国所有议员里面，反共最激烈的、被中共制裁的反共里面排在前3位的，第一个就是卢比奥，第二个是史密斯，第3个是克鲁兹。这3个人通通是被中共外交部宣布制裁名单的。而这3个人他们都坚决支持了傅其秋牧师，他们全部发表了自己的推特，支持傅其秋牧师，严厉打击那些包围傅其秋的那些黑暗势力，尤其是史密斯议员。史密斯议员是美国联邦的众议员，他担任众议员已经有几十年了，他跟傅其秋认识了有20多年，他专门发表了声明，针对傅其秋家里面被袭，他表示美国的执法当局，尤其是提醒中情局 CIA 和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要立即开始执法活动，打击那种黑恶势力包围傅其秋牧师和其他的在美国的这些反共的正义人士。也就是史密斯议员通过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严正的声明，这个声明首先是支持傅其秋牧师，他回顾了他跟傅其秋牧师认识这么20多年来的友谊，他完全认同傅其秋牧师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说郭文贵现在打击说傅其秋是中共的特务，那也就是说傅其秋这个中共特务已经把美国反共最坚决的几个议员，包括卢比奥、包括史密斯、包括克鲁兹全部收买了吗？那么共产党的特务收买的这3个美国最坚定的反共人士，你不是给美国这些反共的这些坚定的这些议员们给他们泼脏水吗？傅其秋收买得动他们吗？共产党来通过傅其秋这个特务来收买美国的这个议员，美国最坚定的反共人士，你相信吗？史密斯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他们都是美国国会叫做中国行政当局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是共同联制主席。也就是说，在美国目前政客里面，在美国的政治家里面，在美国的议员里面，反共最坚决、被中共制裁打击最狠的这3个人是排在前3位的，就是史密斯、卢比奥和克鲁兹。这3个人都站出来支持傅其秋，而郭文贵发视频说着傅其秋收买了他们。卢比奥支持巴夫妇，
很讲他捐款了，支持巴夫，他捐款了支持巴夫夫，他支持巴夫夫。我告诉你，就川普总统支持巴夫夫，我们都不在乎。什么卢比奥咋了？卢比奥他是神呐，他支持巴夫夫，他凭啥支持巴夫夫啊？包括公贵蚂蚁帮里面有一个小号，一个女的，很多人就说这个小号是王艳萍的小号。这个女的在网络上的网名叫苏瑜，她在她自己发的一个推文里面，把我和傅西秋并列的一个图片，她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引言。她这个引言说是委内应对抗议只有3招，一是拉政客站台，她指的就是傅西秋拉这几个议员站台；第二个是污蔑抗议者 CCP 要杀他，说我和傅西秋污蔑抗议者 CCP 要杀我们。同时声称自己是真反攻，说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所以像这个女的是不是王艳萍的小号，我不确认，我也没兴趣去关心王艳萍的大号了小号了。但是作为郭文贵的蚂蚁发出这样的推文，而且有那么多蚂蚁点赞，就足以说明郭文贵的海外已经发展了一支邪恶的力量。这支邪恶的力量，无论他们这个脑子多么的无知，他们造谣造得多么离奇，但是总归不但是有蚂蚁造谣，还有蚂蚁相信。路德的无知直接表现他在节目里面去怼人家卢比奥，他说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面直接打电话给了北京的陈光诚。卢比奥这一大胆招摇的行为，说明要么是他收了傅西秋的捐款后的投桃报李，要么是职业政客的装，积累和捞起自己的政治资本。其实路德可以讲对政治是一无所知，这个人在政治上的智商跟郭文贵一样几乎为零。他这个造谣只能造给蚂蚁听，稍微了解一点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路德讲的话经不起半点的推敲。因为卢比奥从来就没担任过众议员，卢比奥他在2012年根本就不是众议员，他怎么可能在国会去打电话给陈光诚？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史密斯，是众议员史密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中国行政当局委员会主席，他发表声明来挺傅西秋的是史密斯。陈光诚的事情很简单，当年2012年，陈光诚是历经艰险，通过国内的民运人士郭玉伞和我们南京的珍珠，他们两人通过一切巧妙的方法，把陈光诚从山东他的家乡东石鼓村把他转移出来。陈光诚当时是一个盲人啊，他逃出了他们村里面的封锁线，他能到哪去呢？实际上郭玉伞他们历经艰险把他安排进了北京大使馆，进了北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那么进到大使馆，本来陈光诚是舒了一口气，希望到了美国大使馆，美国人肯定会保护陈光诚。但是陈光诚死也没有想到，实际上美国当时的执政当局是奥巴马、希拉里和拜登，他们根本就不打算管陈光诚，他们准备抛弃牺牲陈光诚，这就跟他们当时抛弃王立军一样。现在希拉里的邮件门已经全部解封了，完全可以看出希拉里当时跟拜登跟奥巴马他们的这个政策就是牺牲王立军，让王立军自己走出大使馆，把王立军交给中共，他们拒绝接受王立军为政币。很多人认为王立军是中共的一个酷吏，美国当然不应该接受他政币，这是指王立军他本人确确实实是中共的一个打手和酷吏。但是作为美国国家战略来讲的话，如果王立军投诚，美国接受了中共重庆市的一个副市长，一个省级的公安局局长，把他接受以后带来的大量的机密资料，是可以完全暴露出中共他们内部的这些勾结、这些勾心斗角，是完全可以打击中共、消灭中共、铲除中共，积累大量的核心机密资料的。但是美国没有这样做，他们不是不在意王立军手上提供的资料的机密性，而是他们不愿意得罪中共，他们要跟中共去勾兑，他们希望中共把这个班顺利的交到习近平手上，然后习近平和他们民主党的几个高层，类似于希拉里啊、克林顿啊、拜登啊、奥巴马，他们这些家族的勾兑，来保证他们这些人家族的利益，而他们不是为了保障美国人的利益。所以王立军当年在2012年就已经被牺牲了。那么陈光诚的事情是发生在王立军之后的。当陈光诚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当时时任的副总统拜登和马上即将访华的国务卿希拉里，他们都决定要抛弃陈光诚，不愿意接待陈光诚。这样陈光诚最终就被美国大使馆从大使馆里面把他搬出来，让他到北京医院里面，说让他去治病去。当时他们欺骗陈光诚说，你到了医院以后，有我们美方的人员随时在场。等到陈光诚到了医院里面以后，美方的人员一个都不在了，也就是美方只是派了一个车把陈光诚往医院里面一送就拉倒了哇。到了这时候，陈光诚就知道美国人已经抛弃了他，他已经重新送到中共的牢笼之中，整个病房外面站的全部是中共的特警，所有人都接近不了陈光诚。这时候陈光诚作为他心里面来讲是相当害怕的，也是相当痛恨美国人对他的这种操作方法的。那么就在这如此关键的时候，也就是陈光诚眼看要入中共的牢笼的时候，
是傅西秋牧师在美国的议会，他本人在作证，是史密斯议员要求傅西秋牧师当着所有国会议员的面给陈光诚打电话。因此，傅西秋牧师他当时就接通了陈光诚手边的电话，让陈光诚亲自向美国国会通过电话作证，表达他自己的真实心愿。因为当时美国的执政是奥巴马、拜登、希拉里啊，他们都跟国会议员去撒谎啊，说陈光诚自己不要求到美国来啊，陈光诚愿意在中国治病，在中国读书啊，不要到美国来啊。所以议会里面绝大部分的议员根本就不了解美国总统、副总统讲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呢？在这个时候，是傅西秋牧师他拨通了陈光诚的电话，可以讲挽救陈光诚的就是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了陈光诚以后，陈光诚就大胆地向美国所有国会正在听证的议员讲到了他自己的心声，就说我要到美国去，希望你们把我带到美国来。陈光诚这个话一讲完以后，史密斯议员当场就在议会上面让所有的议员表态，你们看总统他们是不是牺牲了陈光诚的利益？他们说陈光诚不要来，实际上陈光诚就是要来。这样奥巴马感觉到心虚了，才要求拜登和希拉里马上跟中共当局谈。那时候希拉里他马上要到北京去访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时中共也想跟希拉里跟奥巴马勾兑嘛，就同意了把陈光诚带到美国来。陈光诚真实到达美国就是这么一个事实，这是史密斯议员在他自己发表这个声明里面把它写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是跟史密斯议员有关，跟卢比奥参议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路德把他张冠李戴，把他栽到卢比奥头上，而且说卢比奥被傅西秋收买，傅西秋是共产党的特务，共产党的特务收买了你卢比奥，那你卢比奥你的反共就是假反共。现在连卢比奥、克鲁兹和史密斯都是假反共，所以说把我和傅西秋误为是假反共，误为是中共的特务，你觉得还有什么奇怪吗？在蚂蚁帮的逻辑里面，这种逻辑产生，你觉得还有什么奇怪吗？所以说，傅西秋牧师在美国多位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支持下，现在全美牧师联盟多个基督教机构准备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0月15号中午，在德州米德兰体育场举行一个特别集会，支持宗教自由和傅西秋牧师，反对郭文贵恐怖蚂蚁帮共产党势力在美国领土上肆意威胁各位反共人士。那么这个基督教联盟大会就刺激了蚂蚁帮，蚂蚁帮就说他们要在全国号召几百上千个蚂蚁，然后到这个大会会场外面去围堵这个大会，去围堵傅西秋。那么我相信美国的警方已经严阵以待，你围堵你就来吧。可以讲，郭文贵他现在死到临头，他就要这些蚂蚁做炮灰，他就希望这些蚂蚁他们以身试法，就希望这些蚂蚁在这个会场外面制造一个华人中间的弗洛伊德案。因为郭文贵利用蚂蚁把事情搞大，才可以向共产党邀功，才可以跟共产党去献投名状，才可以让共产党保他一条被遣返后回去的一条狗命。但是郭文贵最终是一定被美国正义的法庭先送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服刑，等他服刑刑满以后，把他遣送回中国是他必然之路。郭文贵这个人，从他自己的经商的过程，从他为人处事，就可以标标准准地看出他是一个丝毫没有底线的人。他在最初爆料初期，他无耻地吹捧我吴建民是达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水平。对于他对我这种无耻吹捧，我从来就不接他的招，我对他是非常的冷淡和有距离的回应。最后呢，2018年3月份，我和李一平原乡居士，我们发起了5.1公正之后，他马上跳出来攻击5.1公正，说5.1公正是钓鱼。那么在他这个对我们主动攻击之后，我跟李一平原乡居士，我们都做了视频，对他给了迎头痛击之后，他又厚颜无耻地来讨好我和李一平，吹捧我和李一平是真民运，是民运的前辈。那么呢，在这个最近录的很多视频当中啊，有些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对着文贵战友的，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真实。说话有时候可能是这个说的不够好，说的不够准，有得罪的地方多多包涵。例如，昨天我这赶快给大家录了个视频，关于5.1公正，因为太多人给我发信息了，300多条，我大概看完以后，我就马上做了个视频，结果引起了听说这个吴建民先生和李一平先生以及可能很多人反弹不高兴了，还录视频批评文贵啊。然后呢，我刚才又看袁建军先生、宝胜先生、赖建平先生、向林先生，还有我们原国会的很多人。哎呀，这个郭先生这个事儿很大啊！这个大家没别的意思，就是说吴建民先生和李一平先生跟那个韦石、希诺，还有什么陈军啊，这些人呢，还有什么李鸿宽啊、胡平啊、夏建良这些流氓级的假伪类不一样，他们还真是民运人士。
我完全同意啊，完全同意。那么我要说，第一个，吴建民先生和李一平先生是绝对我尊重的民主民运的真民主民运的前辈。文贵要如果任何有得罪的地方，说不当的，请多多包涵。对他这种吹捧，我和李一平丝毫没有对他有任何回应，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从那个以后，我跟他根本就没有往来。但是呢，他恼羞成怒啊，他看他夸奖你以后没有反应，他就开始攻击你啊。他对我的攻击是相当下流和恶毒的，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恶毒难听的。有一次他恶毒的攻击我的家人，攻击我们家里面的女性，所以说那一次我忍无可忍，我发了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对郭文贵有义正辞严的统计：郭文贵，你不是人，我也从来没把你当人看。你除了生殖器，你就不会说话。这1年多来，你一会儿什么阴藻了，一会儿阴道里面放填充物了，一会儿你卖精子了，一会儿什么子宫癌了，你除了裤裆里面的事儿，你说过一句人话吗？君子不与小人斗，但是君子绝不怕恶人。你动不动开口说我捧你，郭文贵，互联网都是有记录的，究竟谁捧谁？你认识我吴建民时候，你把我捧成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吴建民对你冷静克制，有理有节。把你当人看的时候，你自己不把你当人，所以你不配做人。你说的那些话，你发的那些推文，我把它发过来，让你看一看，你狗嘴里面吐没吐出过象牙？你动不动要睡这个要睡那个，我早就说过，你睡猪都嫌你恶心。动不动说这个没有性能力，那个没有性能力，你有性能力吗？你那个性能力是跟猪似的吗？只有自己阳痿的人才天天盼着别人不举，只有做太监的人才希望全天下人都没有性能力。动不动拿老婆拿女儿说事，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女儿吗？你愿意把你老婆和你女儿都送去给猪睡吗？你郭文贵，你每次讲别人的话的时候都是对照你自己。你给我听好了，中国政府不审判你，美国政府会审判你，未来的民主政府是不会放过你的。郭文贵，你离你灭亡的日子没有几天，你看看你还能蹦跶几天？那么我对郭文贵原则上是根本不理睬他，他尽管经常骂我，但是我就当没听见，因为我不愿意被这个恶狗去纠缠。但是他组织人马不断地打到我的门上，动不动弄几10个蚂蚁来包围我，然后到处在我的邻居中散布我是什么中共特务，散布我是被共产党派到海外，和夫妻鸠牧师一样执行的要策反美国的众议员、美国的参议员，然后推举美国这些假反共的这些政治家，然后实际上是跟中共勾兑。他不仅是污蔑了我和夫妻鸠牧师，也污蔑了这些在美国的这些知名的反共的政治家，包括克鲁兹，包括史密斯，包括卢比奥。所以说郭文贵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郭文贵他动不动要蚂蚁上，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些蚂蚁们，你们有没有珍惜过你们的生命？当你们以身试法被吊销绿卡，被取消政币资格，被取消你们自己的公民资格，甚至被遣返回国内，是你们倒霉啊！郭文贵，你不要利用别人，你有本事就自己上。蚂蚁的命也是命，蚂蚁的命也贵，所以说你别叫蚂蚁上，有本事你郭文贵上。我就借用我自己视频前几天对你说的话，在今天的视频给你做一个结尾。请问卢比奥参议员是不是议员？克鲁兹参议员是不是议员？他们支持的夫妻鸠，如果夫妻鸠是特务，是中国的特务，为什么卢比奥和克鲁兹这2个被共产党已经制裁的这2个美国反共知名的参议员，他们要支持一个夫妻鸠这样的共产党特务呢？郭文贵动不动说跟这个议员联系，跟那个议员联系，你看过哪个议员跟他2人在一起呢？他除了吹牛逼，除了去忽悠你们，有哪个美国议员会支持他郭文贵呢？他讲的话和他做的事有哪一样能得到事实验证？他动不动讲爆料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自己不敢牺牲的，他不敢到德州夫妻鸠牧师家门口，他更不敢到加州我吴建民家的门口。他如果敢到我吴建民家门口，郭文贵只要敢亲自来，我一定跟郭文贵亲自较量。郭文贵你派来的蚂蚁我看不上，档次太低，你叫他们来，他们愿意吵闹他们就吵闹，他们在公共场合我只会选择报警，敢走进我家我就肯定开枪，这没有什么话讲的。如果你郭文贵来，我倒会跟你郭文贵较量较量。你郭文贵要来文的，我就跟你来文的；你要来武的，我就跟你来武的。你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跟你面对面，你别派别人来，别人不够这个档次。你郭文贵，我敢亲自会你，你敢吗？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